大家好，我是 Kat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和大家介绍一个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页面的制作全流程。这个呢是用到了 Winning Chat 做前端，然后呢接入了Group 的 API， 最后呢是在 Cursor 里面去处理整个程序的。右侧的设置呢可以看一下，这里接入的是 Group 的 API。我这里上传了4张图片之后呢，可以点击预设的提示词或者自定义提示词，然后点击快速对话。下面的话就会有对话历史。因为 Group 呢现在只支持一次对话发送1张图片或者是一次对话，所以呢这里呢是循环多次发送的，最终呢是可以通过这里导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Group 的官方推文，它讲了说，最新呢，它是上了 Lava 1.5的这个模型。这个模型呢，其实从去年就推出来了。我之前做过一个 Streamlit 的一个小应用，是可以通过 Lava 1.5批量识别图片，然后给到图片的一个 AI 提示词的。那这个模型呢，在英文状态下，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好用的。它呢适合视觉问答、标题生成、光 OCR， 然后多模式对话。在本地的话，虽然7B 的模型运行起来用 Llama 运行起来也行，但是呢，速度呢肯定是不及 Group 的一个速度的。因此呢，今天我想就Group 的一个上的 Lava 的模型，然后和 Winning 结合起来，再和 Cursor 结合起来，去做一个有趣的尝试。咱们呢来到 Group 的一个开发者平台，然后在这里有个 Models， 找到呢 Lava 的一个 Model ID 呢，就是这个 Lava 这个比较一长串的。它的上下文是4096，左边呢还会有一些文档。来到Group 的后台，找到 API Key， 这里呢新建一个 API Key 的名字。晚一点呢，我会把这个 API 的名字密钥给删掉。这里呢可以看到 Group 平台呢现在 API 的调用，个人用户来说都是免费的。这里呢可以看到 Group 的话，它给到的一个对话限制，时量是非常高的，每分钟呢最多是调用30次。然后呢，一天最多调用1万多次，那对一般用户来说是绰绰有余了。而且无论是它其他的一些对话的模型，也给到的次数很多。而且它还有语音转录的模型，每天的话最多可以调用2000次，也是非常恐怖的一个可使用量。这里呢可以看到，Group 的接口呢，其实和 OpenAI 的一个接口，它已经做了一个兼容。这里有 Python 的，还有 Java 的一个转换。主要的区别呢，就是说这里 API Key， 这里是 Group 的 API Key， 下面的 Base URL 是 Group 的一个 Base URL。这里设置好的话，就其实其他方面的话，就和 OpenAI 的一个 API 调用很类似了。这里呢，我和 Cloud 3.5 Sonnet 对话已经整理了一份产品需求文档。现在呢，我就进入 Winning Dev Chat 里面和Winning 沟通，希望能获得我所需要的一个界面。现在就能看一下它能做成什么样了。一开始的话，我是希望它能把这个功能给大概能做出来，之后呢就开始要让它美化。
因为现在 WinChat 里面它支持一键 install 安装命令做整个的 React， 所以是非常方便的。我们先来等一下看。他说实现了图片上传，预设提示词，对话功能，中间的滚动区域，还有结果导出。图像质疑，我是需要人实现批量图片处理的。他也写了，只是他没有提说可以批量。基本功能是做到了，但是我还需要它更美化一点。要注明批量导入和批量导出。输入我的问题。它是这样子的一个记录，导出，到增加 Markdown 格式，增加对图片批量处理的提示词自定义输入框。还有它的页面太颜色，我要让它变得好看一点，五颜六色一点。当然，我还需要增加一个功能，可以编辑预设提示词。导出它也分，导出个 txt 或者是 Markdown， 可以。我想改成Cloud 的那个背景色。咱们再来看一下效果。它这里还有设置功能，设置功能里面设置里面我可以让它填写 group 的 API key， 这个不错。
这一版效果感觉好了不少。然后我们设置，再让它设置改一下。现在呢，威宁已经把设置调整好了。咱们现在是到了第5版，然后呢，点击这个设置按钮，可以看到输入Group 的 API key。整个页面做的还是比较好看的。然后我们下一步用到 Cursor 里面去处理。现在呢，我们点击一下这里的 Install， 然后呢，获取这里的链接。咱们再回到终端里，把它输入进去。我们选择 Y， 然后呢，这里输入，看一下英文。现在看一下它可不可行。现在终于好了。刚刚我试了几次，不知道为什么出错。这是我手动输入英文，反而好了。以前用 React 的话 ，Next.js 的话，我们要新建项目，然后要加各种组件，还是比较麻烦的。现在用 Winning 的话就比较方便了，它已经生成了很多文档。我用 Cursor 打开一下。就出来了。那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它这里有很多组件已经给我们生成了。Page 在这里，我们可以运行看一下效果。这是咱们在本地运行的这个界面，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把它缩小一下。这里呢，我在 Cursor 里面打开设置，找到 Feature， 点开新增文档，然后我刚刚是把Group 的一个文档链接放在这里。点击 Enter 之后，它就会自动索引，索引之后它会呈现在这里。不过这个是需要有几分钟时间的，现在终于好了。那有了这个之后呢，我们之后直接用 at， 然后找到对应的文档，就可以让我索引后的文档给到我们回答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比如说在根目录下把这个 group 的文档直接粘进去了，这样方便以后的整个项目进行。我将要把之前我写的 PRD 放在咱们这个整个项目根目录下，因为到时候会引用到它。现在呢，我就要在 Cursor 里面请它帮我完善整个程序的工作。我在这里呢，我先让它根据我现有的内容，根据我的文档，帮我完善内容。我把那个 DOC 找到 Group， 它会把这些都索引进去。我们看一下现在呢就按一下这个 Command 加 Enter 键，让它链接到整个程序。有人可能会疑问，为什么不用 Command I 用它的 Composer 功能？因为我发现有时候用 Composer 功能的话，它的上下文不能完全被引用到，所以开始了一个对话的功能。我们点 Accept 一下。
这个 continue 功能好像是我第一次看到，而且你看它引用的这个 DOC 的文档都是我之前索引到这个Cursor 里去的。这里它也优化了一下，我们点一下，可以看出 AI 编码的话，其实现在非常给力的就是要更长的上下文，它的效果就会更好，以后会越来越好的，上下文长度肯定会越来越长的。可以看出 Cursor 它也是在一步一步的修改。哇哦，现在它显示已经修改完成了。我们回到浏览器，出现了一些问题 ，Model not found。哦，这个是小问题。我们一下子都让它来回答吧。现在我们可以在终端里，在它的 Cursor 的终端里。然后呢，终端里呢，输入 Command K， 再把我们刚刚的问题给发进去。你看，它这里就会自动把这个需要的命令告诉我们了。我们现在就直接运行一下，这样还是非常方便的。或许我这里应该到 Shadowson 的官网去看一下，看看它最新的一个情况。由于它现在的命令已经改了，那我刚刚用 Command K， 其实它给到的是一个旧文命令，那我不应该遵循它。我先要把刚刚的安装好的给卸掉。当它这里是 Update 的，它是要让我安装一个警告啊。那我这边就是用这个命令来安装就好了。刚才那个操作是错的，我看一下，这里就是缺一个警告的通知组件。好，现在就好了。然后我们现在再看一下我们的一个 APP， 现在出来了，可以。我这里呢是刚刚已经把Group 的 API key 填到这个设置里了，但是它这个背景比较丑，等会儿我要让它修改一下。然后呢，我刚刚也上传了一张图片，选中了这个预设的提示词，之后呢，点击这里的发送按钮，然后它就出来了，出来结果了。刚刚这个程序运行之后呢，第一次我上传一张图片，当时让它描述一下内容，就是成功了。之后呢，我让它翻译成中文，就显示发生错误。之后我又上传了多张图片，想让它批量生成一个图片的标题，但是呢又发生错误。那后来我剪为一张图片，它还是发生错误。那我们现在来把这个问题反馈给 Cursor， 我让它 fix 一下。现在再来看一下，现在我批量上传了，然后呢，我让它点这个预设的，再发给他对话。这边错误了，他说这个模型呢，只允许。那这里的话错误他给出来了，我再把这个截图，发给 Cursor。
再回到这个窗口，再来试一下。我呢是批量预设的提示词，点发送，看一下。现在是1、2、3、4、5张图，哎，可以啊，出来了。Image 1识别并描述，他说，在这漫画中有2个人物，一个肌肉啊，对，哎，这个好奇怪哦，说明这个模型可能对识别力不是太好。然后我们都是中文提问，它一会儿是英文回复，一会儿是中文回复，但作为一个试验模型还是可以的。我现在呢，准备让 Cursor 再帮我新增一个功能，就是开启新对话，新增一个开启新对话的按钮。咱们可以看到，这里我已经添加了5张图片，然后这边呢已经有一个开启新对话功能了。现在还用不到，稍等一会儿我再用到。我先让它描述图片的主要内容，再让它生成一下。第1张，第2张出来了，到第4张，它这个速度是要比本地要快很多的。而且现在都是英文回复了，那我导出看一下，看看结果如何。然后我们现在再试一下这个Markdown 导，应该也没问题，可以，还是很不错的，因为没有多少次提示和修改。就可以做成这样子了。那我们现在先开始新对话。开始新对话，图片不消失。那这是个，我得让它修改一下。这里呢，它还是用到了之前的 group 的一个文档。现在点一下，它这里呢好像不能围绕2张图片，做一个处理。比如说，我说让它围绕图1和图2写一个故事，要综合它们的画面，但是它给到我的一个回复呢是分开的一个故事。现在呢，我们点击开始新对话，看看内容都消掉了。我再批量上传一下文件看一下。现在呢，我已经把3张图片上传进去了，然后我要点击一下，让他们分析图片中的场景和氛围。我们稍等片刻。它现在又变成中文了，所以Lava 1.5这个模型呢，中英文回复还真的不是很固定。第一个是中文，第2个是第3个都是英文回复。然后这边的话会有一个像乱码的字一样，之前的视频里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然后这里就不知道什么字，看来如果要让它回复的话，得要英文比较好一点。看这里都会像乱码一样。这里它还是修改 Pixel Sarge 这个文档，我们等它修改完。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做法比较好的，就是你刚刚遇到对那个版本基本满意的话，你可以先保存一下，因为 Cursor 里面修改的话，它有时候会修改内容比较多。那像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因为它只针对一个文档进行修改，你按返回还是很方便的。如果它是像 Composer 里面对多个文件进行修改的话，那返回的话就比较麻烦。要回到上一个版本的话，它现在出来了，已经导出 txt， 导出 markdown， 开启新对话，然后这边有个快速对话，我发现它的理解能力真的很好。比如说，我说给图片起一个简短的中文名。那我现在呢，图片已经上传了4张图片。我这边自定了一个提示词，然后我点击快速通话，看一下结果如何。快速对话，它这边回答出来了，还是可以的。我们再看一下它导出的一个效果，可以。导出的 markdown 也行，很不错。我现在导入了3张图片，然后呢，我希望它描述一下文字内容，发送一下，出来了。第1张图片，第2张图片。我再让它修改一下，就是我们点击预设的提示词，也是直接把提示词发给模型，而不用2次再点击了。那我们 offset 一下，现在再来看一下。那我上传了3张图片，那我点击，给它们识别物体吧，点一下，这里就出现了。就是它是直接发送过去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里左侧的话，这个文档还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让 AI 来帮我们修改一下。我直接让它右侧 fix 一下，然后可以看到错误现在已经降为6个了。最终效果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快速点击提示词，然后也可以自定义。这里是我平常上传的小猫的图片，还可以新开对话，也可以导出txt 或者是导出 markdown 格式。这里的话也可以继续问你的问题。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欢迎关注我的频道，关注我的知识星球，我们下次再见。